这一世，我的丈夫为了和我闺蜜在一起，设局诬陷我，置我生死。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3101航班，飞机即将起飞，请在座位上坐好。这是遗漏了医生的那趟航班，我重生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白薇得逞，那些背叛和伤害我的人，全都要付出代价。金瑶，头等舱的客人已全部到齐，确认完毕，舱门关闭。白薇，乘客都上飞机了吗？都上飞机了。确定？当然确定。顾星瑶，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凭你玩忽职守，连乘客没有上飞机都没有察觉到。可是头等舱的乘客我都已经清点过了呀，你难道不相信我？上一世我就是被白薇欺骗，没有核查乘客人数，最终才会酿成惨剧。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他得逞。白薇，你确定头等舱的乘客已经全部登机了吗？我当然确定。好，你跟我过来。放开我！那你解释一下，2A 的乘客为什么不在？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情况？白薇，你不都说人都齐了吗？秦月，你先不要启动飞机，有名医生还没登机，他急需赶去救人，我必须重新打开舱门。等等，不可以！按照规定，你如果擅自打开舱门，会连累我们所有人都停飞的。是儿童勿扰，你不能连累我们啊！那名医生携带着心脏供体，急需赶去海城做心脏移植手术。白薇，现在人命关天，如果出了事，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可是现在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大不了让他坐下一趟嘛。顾新瑶，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我的计划他都能提前预料一样？秦机长，如果现在停飞，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滚开！我刚才已经说明了情况，秦月怎么还敢启动飞机？秦月，你为了让我死，为了能和白薇在一起，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顾姐姐，飞机现在已经起飞了，滞留乘客的事件经常发生，你就别再闹了。顾星瑶，无论如何，今天滞留乘客，耽误心脏运送的黑锅，你背定。秦月，你快打开舱门！秦月，不行，只能用备用密码强行进入了。秦月和白薇是一伙的，我必须直接和太太联系。什么？老乱！你身为乘务组组长，你应该知道机舱不能随便进的。是啊，星瑶，你擅自使用备用密码进入驾驶舱，总部是会对秦机长问责的。我只是想让你们通知塔台一声，把我们遗落的客人安排到下一趟航班，救人重要。好，我来安排。下一趟航班在3个小时以后，心脏肯定不能及时送达，所以这场手术肯定失败。龚新瑶，你横竖都是一个死。部长塔台，我是海航3动摇航班，有名携带心脏供体的乘客遗落在了中转站，我现在申请终止滑行。什么机长啊？会不会开飞机啊？神经病吧！你要干什么？你疯了！哎，把他给我拉出去！冲上你要干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把乘客安排到下一趟航班吗？我不这样说，你们会让我联系塔台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他不会发现了我和秦月哥哥是在故意给他做局吧？顾新瑶，
你这是违规操作！就算我是你老公，我也保不住你。我不需要任何人，我只要飞机停下。我现在已经通知了塔台，不停也得停。做梦吧！塔台有回复你吗？马上飞机就要正式起飞，到时候你说什么都没用。海航3161，我同意你们终止滑行，请机长返回停机坪。但鉴于给后续航班带来的影响，何经理会在你们落地后前去咨询。成功了！只要飞机停下，我愿意接受质询。青瑶，你知道你捅了多大娄子吗？待会儿何经理过来质询，我们都要听人检查。我只知道我救下了一个急需手术的病人，这就够了。现在医生能赶上飞机了，我看你们还怎么陷害我。一群废物空城，因为你们的失误几乎害死了我的病人。江医生，十分抱歉，是我们工作人员疏忽了。你们知不知道，这颗活性心脏供体只有6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现在整整被你们耽误8个小时。半个小时？疯了吗？半个小时足以决定一台手术成败，并且病人是海城首富沈峰的亲弟弟。都知道沈总的弟弟从小体弱多病，最受沈总照顾。曾经有人说他弟弟是病秧子，结果全家都被……江医生，是我们的乘务长顾新瑶查漏了人数，但我相信他只是一时疏忽，还请您多在沈总面前替他解释啊。百万，明明是你没有点清人数，现在却诬陷我，你好像巴不得让沈总怪罪你。顾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是在帮你说话呀。够了，整件事情我都会如实汇报给沈总，谁对谁错，沈总自会判断。是，江医生，还请您先回到座位上，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行了，立刻起飞。沈总的弟弟病情严重，晚1分钟就是多1分危险。放心吧，供体马上就送到，这一次的手术一定能做成。沈总，不好了！运送您弟弟心脏供体的飞机，因为一个空姐粗心大意，把江医生滞留在机场，导致手术延误了。什么？一个空姐居然能造成这么大的失误？海上航空公司人都吃干饭的吗？妈，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安排人一查到底。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空姐这么不称职。竟然真的让顾新瑶顺利把江医生送上救护车了。如果手术顺利，那我们的计划就全都泡汤了。放心，他捅了那么大娄子，就算沈总不怪罪他，他乘务员的职务也会被撤销。待会儿何经理来了，咱们就等着看好戏。江医生，对于这次航行，我代表乘务组深表歉意，同时希望病人手术顺利。顾乘务长，我是个明眼人，今天的事情与你无关，甚至要不是因为你，我和心脏还都滞留在机场。今天一切情况我都会如实告知沈总。顾新瑶人呢？在那儿。顾新瑶，听说你擅自打开舱门，叫停了航班。何经理，看来我的好闺蜜和好丈夫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添油加醋变告诉你了。顾新瑶，你什么态度？秦月是机长，汇报情况是职责范围。星瑶，就算我们是夫妻，我也不能偏袒。这件事儿，一切责任在你。是啊，夏小姐，你就不要怪秦机长了。顾新瑶，你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吗？后续的航班计划全部被打乱，直接损失高达数百万。何经理，难道钱比人命还重要吗？你什么意思？海城首富沈峰亲弟弟的心脏供体被白薇落在机场和医生一起没能登机，我叫停飞机是为了挽救生命。请问，到底哪里做错了？到底哪里做错了？你的意思是，白薇差点害死了首富弟弟？何经理，我当时并不知道滞留的是医生和心脏，并且我只是一个实习生，没有乘务长发话，我怎么敢擅自关闭舱门啊？对呀，薇薇就是个实习生，你不能为了推卸责任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她的身上吧？我不怪他，难道怪你吗？
姐，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但是你也不能打秦机长呀！你要真的想发泄，就打我吧。好，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够了！3个到现在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首富沈总那么疼爱自己的弟弟，到时候追起责来，你们谁负得起责？喂？什么？首富沈总正在来机场的路上。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沈总，问你，为什么好端端的你会和心脏滞留在机场？是海城航空的空姐白薇把我滞留在机场，不过多亏了乘务长顾星瑶力排众议，我才安然上了飞机。顾星瑶是。去机场，我倒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首富沈总正在来机场的路上。沈总还说他点名要见顾乘务长。点名要见顾乘务长？沈总要来机场，是来找我们问罪的吗？不然呢？难道给你颁奖状啊？何经理，是白薇谎报乘客登机统计，才导致医生被遗落在中转站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调查。闭嘴！我看你就是嫉妒白薇能力优秀，又讨人喜欢，故意陷害她的。我嫉妒他？顾姐姐，你不喜欢我，我可以辞职的，但是你也不能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啊！不，要辞职也是他辞职。顾新瑶，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马上滚出海城航空。顾新瑶，这次看你如何翻身。何经理，你是非不分，颠倒黑白，你就不怕我向总部申诉吗？威胁我？你以为总部会因为你一个区的乘务长得罪首富沈总吗？是啊，沈总最疼爱这个弟弟。新瑶姐，他要是怪罪下来，你可怎么办啊？根据上一世的记忆推算，这次医生的手术时间完全足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喂，通知下去，以海城航空公司的名义发布公告，开除顾庆瑶，迅速与他撇清一切关系。无论如何，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全部在于顾新瑶。新瑶姐，这下可怎么办啊？这下谁也保不了你了。来人，给他控制起来，等候沈总来处置。顾新瑶，你就别挣扎了，这就是你的命。怎么来的不是沈总，而是沈总的母亲？沈老夫人，您怎么来了？你还有脸问我？我问你，是哪个不负责任的空乘导致航班延误，耽误我儿子心脏移植的手术？沈老夫人，是乘务长顾新瑶，他擅自打开舱门，这才导致航班延误的。百薇，你还真是会避重就轻啊！沈老夫人，你听我给你解释。解释？解释什么？原来就是你这个贱人，导致我儿子手术推迟。喂，小峰，我到机场了，我堵住了乘务组，你现在呢？妈，我刚到监控室，我要拿着他的罪证当面问问他，谁给他的胆子敢耽误我弟弟做手术？都别动！给我把出事航班的监控视频调出来。顾新瑶，我小儿子有个3长2短，我要你赔偿。我小儿子有个3长2短，我要你赔偿。沈夫人，你真的误会我了。你嘴还真硬啊！我儿子已经去调取监控了。那就等沈总把监控拿来，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沈老夫人，请您息怒。顾新瑶虽然是我的老婆，但我绝对不会偏袒她的。清点人数本来就是乘长的职责，她难辞其咎。是啊，新瑶姐，事到如今，你就赶紧给老夫人承认是你的失误吧。
沈夫人，确实是我负责清点人数的，但是我第一时间就发现江医生没有在飞机上，我第一时间就去打开舱门，是他们拼命阻拦的。老夫人，没有这种事儿，我只是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啊。你少在那推卸责任！我警告你，如果我儿子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是杀人凶手，我们沈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沈夫人，对于这次公司发生的失职事件，我非常抱歉。我们现在已经查清楚了，就是乘务长顾新瑶玩忽职守，所以才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没错，我身为机长可以作证，就是顾新瑶谎报信息，说乘客已经全部到齐，我这才启动飞机的。没错，我当时明明提醒过乘务长，可他却说想早点下班，才不关心别人是死是活。什么？沈老夫人，你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等沈总拿着监控视频来了，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的。喂，小儿子没有心跳了。顾新瑶，我要你偿命！我要你偿命！喂，沈总，刚才您弟弟刚更换的心脏突然骤停，不过经过全力抢救，已经转危为安。什么？怎么会这样？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心脏松弛了一些。好，我知道了。给我继续放，我倒要看看是哪个混蛋敢耽误我弟弟的事，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哎，待会儿我就趁江医生还没上飞机，故意把舱门关上，成功的目的必死无疑。那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好，都听你收报。哎，秦机长，你真坏！还叫秦机长？嗯，老公。秦月，海伟，你们就是狗男人！夫人，电话。监控视频里面显示，那对狗男女在机舱里面苟且，一口一个老公老婆叫的那叫一个亲热。那个空姐亲口说的，故意将江医生滞留在机场。你们都听到了，工作时间机舱苟且，故意滞留旅客，害得我儿子手术事故。顾新瑶，你真该死！顾新瑶，你只是骚出新花样，就这么忍不住吗？非要在机舱里跟你老公亲热乱搞？我入职航空公司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分得清工作和生活，没有任何违规的事情。还敢狡辩？沈总在电话里说的清清楚楚，老公叫的亲热，不是你还能是谁？何经理，家丑不可外扬嘛，我确实没有保护我老婆，这是我的责任，我请求公司责罚我。好一个家丑不可外扬！秦月，好话都让你说了，你还真能装正人君子。秦瑶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秦机长因为你都停飞了，你可是他的妻子，难道你一点也不心疼他吗？百位，明明是你和秦月在机舱里偷情，你现在反倒要诬陷我！够了，我不想在这儿听你们狗咬狗。何经理，我要一个结果。老夫人，您放心，我们公司不会包庇任何人的，一定会惩恶惩处像顾新瑶这种品德低下又不称职的乘务长。那你打算怎么惩治这个罪人？停职罚款。不够！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撕下你这张白白净净又爱装无辜的脸。沈老夫人，我真的是无辜的，放开我，放开我！新瑶姐，你就服个软，承认错了吧？难道老夫人还能冤枉你吗？老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与我同床共枕的女人，居然满嘴谎话，心思歹毒啊！爱装无辜是吧？今天我就要撕掉你一身的伪善，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么回事？人呢？不知道啊。工作人员说，老夫人他们刚才就在这里。这谁的帽子？沈总，您居然亲自来了！我是海城航空的副董事长周青山。周青山，你们海城航空公司真是好大的胆子！就因为你们工作员工的失职，差点让我弟弟的心脏供体送迟到。沈总，实在对不起，公司已经召集了所有高层进行紧急会议，一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严惩失职的乘务员。失职，明明是你们的空姐白薇和机长秦月合谋，故意把江医生落在机场，想要害死我弟弟。白薇、秦月怎么会是他们？真是太不像话了！要不是你们乘务长顾星瑶坚持让飞机在滑行途中回去接人，我弟弟现在性命就不保了。到时候我会让你们整个公司的人陪葬。沈总，您放心，我一定严惩白薇和秦月，并且嘉奖顾星瑶。带我去见顾星瑶。喂，江医生，我弟弟怎么样了？沈总，因为手术时间耽误，情况不太好，您能否我亲自来一趟医院？好。周金山，你亲自去一趟，务必给我妈说明情况。好的，沈总，我一定给老夫人解释清楚。这些都是海城航空的高管。沈老夫人，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相信？我凭什么相信？我就是要带着在海城航空公司所有高管的面前讨要一个公道。在场的各位都是海城航空公司的高层，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向大家讨要一个公道。老夫人，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了解，我们一定会给沈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些搪塞的话我不想听。我今天带这个罪魁祸首来到这儿，就是要你们当面给我一个交代。沈老夫人，您是想让公司高管当众责罚星瑶姐吗？金瑶啊，我看你还是认错吧，这开除之小，甚至还有可能坐牢的。秦月，你真无耻！明明是你和白薇联手陷害我。好你个顾新瑶，得罪谁不好，非要得罪沈家，自己找死，可别连累我们。老夫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包庇他，一定会严惩。就是像这种人，就是海城航空的罪人。沈夫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就凭你一张嘴吗？夫人，那您的意思是？顾新瑶玩忽职守，害我儿子性命，我要他签下这个认罪书。我没罪，我是不会签字的。好，各位都看到了，这就是你们的乘务长。好，我再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如果他再不签的话，就休怪我做事激进。沈老夫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10秒钟，顾新瑶不认罪，你们就陪着他一起进监狱。顾星瑶，这次你死定了！顾星瑶，签下这认罪书！别跟他废话，他要是不签，我们就抓着他的手强行签。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给我签！这认罪书不能签，不能签！老夫人，误会了，这认罪书无论如何都不能签啊！周青山，怎么，你要为这个毒妇求情吗？毒妇，老夫人，你果然误会了呀！顾新瑶可是你们沈家的恩人呐！恩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虽然老了还不糊涂，他顾新瑶导致飞机延误，害得我儿子现在还在手术室里抢救。你竟然说他是我的恩人？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呀！沈总可以作证的。沈总现在在哪儿？沈总刚和我一起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有急事，先走了。你说我儿子可以作证？是的，沈总派我来就是为顾新瑶作证的。你能证明什么？算了，我亲自问他。沈老夫人，您可千万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对呀，老夫人，强制打开客舱，终止飞机起飞，还要耽误您儿子手术的正是顾新瑶啊！闭嘴！谁对谁错，我自己会判断。
秦月、白薇，你们俩把江医生滞留机场陷害顾新瑶这个事情千真万确，并且沈总已经得到了铁证。老夫人，我说了，我是无辜的。你是不是无辜的，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到时候就一目了然。喂。小峰吗？江医生的手术结束了。我是妈，小峰。喂，江医生，沈总，因为之前飞机延误耽搁了手术时间，您弟弟的心跳虽然已经恢复，但是情况还是很危机。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江医生，我完全相信你的医术，你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只要能救我弟弟，一切都由你自己决断。哎，好的，沈总，多谢您的信任。老夫人，可能这会儿沈总在忙，我打电话给他。够了！我儿子一直很孝顺，从来都没有挂过我电话。周青山，你在骗我！顾新瑶，今天无论是谁，我救不了你。糟了，如果沈总来了，发现我没能救下顾新瑶，一定会迁怒我的。老夫人，我愿用海盛航空副董事长的名义替顾新瑶作证。周青山，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能拿海盛航空副董事长的身份去作证？就是如此维护一个犯下大错的人，你这么做很让公司为难。周青山，你觉得区区一个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在我面前还是轻人？不，老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是执意要跟我作对了。老夫人，我没有，顾新瑶真是无辜的。您堂堂一个副董事长，今天为什么一直在为新瑶姐说话？难道你和新瑶姐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白薇，你说什么呢？我和周董私底下没有任何交集。好啊，你顾新瑶，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真没想到你竟然勾引公司高管，这简直就是海盛航空的耻辱！你们太过分了！你们竟然污蔑我的清白！新瑶姐，清白和尊重向来都是自己争取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私底下和周董没有交集，那他为什么竭力为你辩护啊？够了，我没有时间在这听你们说这些脏事儿。沈老夫人，对不起，这一切都是顾新瑶一个人造成的，还请您不要怪罪于其他人。冤有头债有主，顾新瑶，我要你死！这周先生怎么打来这么多电话？难道是出什么事了？跟上，跟我去会议室。顾新瑶，我要你死！秦月，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没想到你心思居然这么歹毒，你竟然非要置我于死地吗？顾新瑶，事到如今了，你还在怪别人？你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我说你这些年怎么升职这么快呢？还受到了那么多的表彰，谁知道你在背地里勾引了多少男人啊！秦月，我警告你，不要胡说！各位，顾新瑶可是我的老婆，请问有谁会污蔑自己的老婆吗？没错，都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秦月不知平时戴了多少顶绿帽子，还站出来揭发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女人就是惯了，平日里挨打挨得太少。依我看啊，应该打断她的腿，看你以后怎么出来勾引男人。新瑶姐，秦机长一直对你疼爱有加，难道就是因为周董有钱有势，也就抛弃自己的老公，爬上别人的床吗？百薇，你颠倒黑白，还有你们这些高管，恶意污蔑我的清白，简直就是一群一般禽兽！住嘴！顾新瑶，你这是在让航空公司蒙羞！何经理，你有几条命，敢动沈总的恩人，你们这样对他，沈总如果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周青山，我老婆到底跟你睡了多少次啊？你这么护着她？各位，今天是我秦月识人不清，
我要在这里亲自揭穿他的真面目。秦月，我真是瞎了眼和你结婚。我告诉你，我爱的人只有白薇，你在我眼里，我就是个不可救我的。周青山，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这个狐狸精？周青山，你还真是喜欢嫩黄瓜啊！沈总怎么还没来呢？你敢咬我！好你个顾星瑶，做错了事情还不乖乖认错！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给我大声喊出来，是你故意害我儿子的！我没做这些事，我不会认罪的。让你嘴硬！我再问你，你认不认罪？我没错，我不认。好，是你逼我的，你把他给我拉住。是。既然你嘴硬，不愿意认罪，就把你所有的罪行都刻在你的脸上。不要，不要！住手！你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儿子，你可算来了。沈总，我是海盛航空公司的负责人、总经理何飞。何经理是吧？我只问你一次，到底是因为谁耽误的航班？是顾新瑶。那我问你，顾新瑶人呢？不要！不要！老夫人，老夫人，真的是误会呀！是顾新瑶叫停了该停的飞机，您千万不能再一错再错了呀！你们把他关到储物间去，别让他跑了。等执法大队来了，再给他定罪。老夫人，我有吸入性哮喘，关在储物间会引发窒息的。满嘴谎言，我才不相信你有什么哮喘。就算你有，死了也是你命不好。带走。哎哥，别动，再动推你了。老夫人，还请你高抬贵手啊！顾星瑶真的是让江医生上飞机的人呐！要这么说，他还真是我们沈家的恩人啊。到现在了，你还袒护那个罪人周青山？像你这种人，怎么能在海潮航空公司当副董事长？各位，你们都看到了，你们说怎么办？开除这个姓周的。啊，对，开除他。来人！老夫人，你不能一错再错了呀！老夫人，老夫人！废话真多。妈，顾新瑶人呢？救救我！救救我！妈，顾新瑶人呢？你倒是说呀，他人在哪儿？儿子，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都是因为顾新瑶耽误飞机起飞的时间，害得你弟弟的手术差点失败，命悬一线。但是你先消消气，那个罪人我们刚刚都处置过了。你说什么？对的，沈总，沈老夫人刚刚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惩治了顾新瑶。当然，这件事我们海盛航空公司也有责任。蠢货！原来是你一直在煽风点火。儿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妈，你误会了。如果不是顾新瑶，我弟弟的手术根本连做都做不成。你是想说，都是因为顾新瑶才让医生上了飞机，才挽救了你弟弟的手术？对，没错。妈，所以你到底把他怎么了？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可是你妈，我怎么可能弄错呢？都是那顾新瑶，他心思歹毒，他故意设计的。啊，对，沈总，你有所不知啊，顾新瑶那个女人，她背着我跟公司高管偷情。你就是秦月啊？
那你就是白薇了。对，沈总，我是白薇。沈总，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是我主动请下飞机，江医生这才能上飞机的。你的意思是你让江医生上的飞机？啊，是。啊，还有空姐，百薇，她是最先发现江医生没有上飞机的。事到如今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居然还在说谎！沈总，您错怪秦机长了呀！还有你这个人，你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因为你陷害顾星瑶，我弟弟的手术根本就不会耽误。沈总，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有证据？没错，妈，我之所以来迟，就是因为去调取了监控视频。沈总，您拿到监控视频了？视频里拍到什么了？怎么，现在知道害怕？你是不是掌握什么证据了？我手里掌控的证据，足够你们这对男女做一辈子了。沈总，尚老夫人，你们听我解释，不管里面拍到了什么，你们都不能当真的。哎呀，你只相信我儿子带来的证据。小凤，视频呢？秦远，白薇，这就是你们合谋陷害顾星瑶，让我弟弟手术差点失败的罪证。什么声音？妈，刚才那个声音是不是从储物间传来的？这储物间里到底有什么？这储物间里能有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手上的证据，你快让我看看。好啊，果真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合谋故意陷害顾星瑶，延误医生登机，害得我儿子陷入危险之中。夫人，不是这样的，你听我给你解释。我去你大爷的！解释个屁！海盛航空公司差点因为你们被谁是全组。老夫人，请您息怒，我们航司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够了！妈，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你快告诉我顾新阳到底在哪儿？他是我们沈家的恩人，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他。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了。顾星瑶过敏性哮喘，只要她死在储物室里，沈老夫人难辞其咎，这件事儿也不能再追究我了。沈老夫人，我错了，我求求你网开一面，千万不要迁怒我和秦机长啊！夫人，秦总，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跟白薇吧。我们两个就是一时毁灭心窍，我可以赔偿，我可以停飞，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就留我们一条命吧。不该！妈，顾新瑶到底在哪儿啊？难道我这一世也难逃悲惨命运吗？谁能救救我？他被我关在储物间。任总，快把储物间的门打开！顾星瑶有过敏性哮喘，如果时间久了，他会被憋死的。什么？
心瑶，顾心瑶，你能听见我讲话吗？顾心瑶，沈总，他好像已经不行了。沈总，我建议，要不我们悄悄的把他给处理好了。这要是送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怕是老夫人会惹上麻烦的呀。闭嘴！秦月，她是你妻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小峰，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毕竟是我下令把他关进储物间的，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一定会牵连到我的。妈，怎么连你也说这种话？如果没有顾星瑶，我弟弟早就性命不保。他是我们沈家的恩人，我一定要救他。来人，快把顾星瑶送去抢救！我命令你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我沈家的恩人不能有任何事情。是，沈总。喂，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去医院啊？你是不是傻？顾香瑶要是被救回来了，我们就全完了。但是如果她没被救回来，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她身上，反正死不对证。啊，对，你说的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别急，我有办法。两位去哪呢？师傅，超过前面那辆车。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行，姑娘你放心，像那些开商务车的大老板，肯定跑不过我们开出租车的。坐稳了，快走。已经超过前面那辆车了，怎么样？我的车技厉害吧？能跑，就是现在！哎，你要干嘛？你。你怎么开的车？沈总，前面突然发生车祸，路被挡住了。怎么会这样？糟糕，顾星瑶这丫头怕是要撑不住了。快看看还没有其他路线，再晚人就保不住了。沈总，这是去医院的必经之路，除非让他们前面的车全部都让开，否则根本去不了医院的。那就让他们都让开，去告诉他们我是沈峰，只要他们能让出一条路，我每个人都会重金酬谢。是。干什么？你疯了！你害得我们两个差点都没命了！闭嘴！我今天就是死，我要让顾星瑶见面。哎，你看，你这些车都让开了。哎，你是顺风都过去了。该死！为什么还是不快一块？江医生，顾星瑶怎么样了？病人的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了，但他这种哮喘现在最急需的是一种进口的特定药物，我已经安排人去取了。好，江医生，他是我们沈家的恩人，您一定要用最贵最好的药来救他。嗯。那个是顾星瑶的药。顾星瑶，这可是天药王，只要我把你的药毁了，看你还怎么活！醒了，孩子，怎么样？孩子，真的是苦了你了。事情我都知道了，是你救了我的儿子，是我对不起你。老夫人，你也是被骗了，我不怪你。你放心，以后你就是我干女儿，没有人能伤害你。
什么？顾星瑶的药被抢了？什么？药怎么会被抢呢？不知道啊。透，那种药现在医院只剩那一份了。这是什么情况？沈总，您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想抢药。妈，别担心，我早就料到这两个畜生不会老实，所以派人提前盯着药。你们两个先是故意谋害我弟弟，想要嫁祸给顾星瑶，又制造车祸抢夺药品，想要害死我平。我已经上报给执法队，你们两个就等着老底坐穿吧。沈总，沈总，沈小姐，我无错了，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哎，老婆，我错了，这都是这个贱人勾引的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你原谅我吧，我求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俩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来人，把他们送去执法队。哎，不是，沈总，不要！顾星瑶，你是我们沈家的恩人，这次的事情我会给你10个亿作为谢礼。另外，我诚意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当总裁。多谢沈总的好意，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现在的职业。好，那我就让周青山安排你去海城航空公司的总部上班。好，那就谢谢沈总了。应该的。快实行空中管制，给失事飞机绕出逃生通道。是，顾总监。现在系统评估，乘客生还率只有50%。怎么会这样？郑哥，把我之前做的气象数据分析替换一下，试一下。好。60%、80%、100%，太好了，成功了！100%，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太好了，顾总监。多亏有你在，我们这套紧急预案算法才能得到100%的乘客生还率。自从你来到我们公司，我们每条航线的运营算法都得到巨大提升。你太厉害了！不愧是董事长特聘的人才，有总监在，我们5天后黄金航班洽谈会一定可以轻松拿下。你们这一个一个呀，嘴可真够甜的。等拿下黄金航线，请你们喝酒。谢谢顾总，谢谢总监，谢谢总监。该死的顾星瑶，一个分公司来的空姐。竟然一来就抢走了我的总监位置，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就来气。等着吧，我就走了。实在是抱歉呀，星瑶，刚让你来总部，老头子我却病了，必须要调养1个月了。没关系，周董，您先好好调养你的身体。那这1个月总部就拜托你了。周董，顾星瑶才刚来总部，都没什么经验，怎么能把总部交给他呢？没关系，我相信星瑶的能力。海城航空在星瑶的带领下，一定可以创造辉煌。您放心，周董，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是个，凭什么？对了，过几天我儿子就要回国了，到时你好好带带他。您儿子啊？好了好了，病人需要休息，你们可以回去了。接下来1个月之内禁止任何人来探望。刚才吓死我了，还以为最后结果只有50%呢。幸亏换成了顾总监的最新数据。之前的这份气象数据分析报告是谁做的？那份报告是我做的，有什么问题？你的这份报告数据有问题。这份报告是我花了2个星期时间做出来的，能有什么问题？
顾星瑶，我看你就是故意在针对我。林姐，你别生气，顾总监怎么会故意针对你呢？是不是你不小心数据输错了？对啊，顾总监是我们公司最专业的，他说有问题就肯定有问题。你们，顾星瑶，我在总公司待了整整10年，你不过是一个分公司来的空姐，凭什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啊？林慧，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这份报告中间5年的降雨数据不对，我记得和资料库中的记载不一样。你凭什么说我做的数据有问题？你当自己是神啊？资料库里那么多数据，你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顾总监说的没错，我对比了资料库中的数据，报告显示每一条都是前年的数据。还真的是哎，还真被你说对了。林姐，你是不是录入数据的时候看错行了呀？这怎么可能？这是真的。林慧，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得意什么？不过就是错了几个数字嘛，你少在这小题大做的。林姐，你别生气，顾总监也没说什么嘛。不是，郑刚，你什么意思啊？咱们怎么说也是总公司的老人了，凭什么让他一个新来的骑在脖子上欺负啊？我熬了2个星期去做报告，他还在这挑刺儿。够了，林慧，我告诉你，大家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我们没有兴趣陪你在这胡闹。你说谁胡闹呢？我说你胡闹。今天幸好我们是在做航线运营的算法模拟，如果你的这份数据真的被采用，会有50%的概率让乘客受到重大伤害。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了。我们的职责关系到公司的每一位乘客，还有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分纰漏。林慧，你马上回去把这份报告重新检查一下，再让我发现数据错误，别怪我处分你。检查就检查嘛，凶什么？真是的。顾总监，你也别生气，林姐她也不是故意犯错的。没事儿，你别担心，我没生气。瞧你们一个一个都熬成什么样子了！走，姐请你们吃大餐，顺带呀再给你们放半天的假。谢谢顾总监。感谢顾总。谢谢顾总监。叫什么顾总啊？不把我叫老了，叫我姐就行。好的，顾姐。谢谢顾姐。走，跟姐吃饭去。顾姐，我想吃日料。我想吃火锅。吴星瑶，别让我找到机会，不会放过你。该死的顾星瑶，这么多数据怎么可能检查得完嘛？看他分明就是在故意整我。谁呀？这么多商量，竟然敢撞我一上场！周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林慧，是你？是啊，周少。周少，您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没通知我们去接您呀？这不是听说老爷子生病了，所以就改成了最近一趟航班回来。我爸怎么样？周董还在医院调养，医生说1个月都不允许探望，怕打扰他休息。就让我爸好好的休养1个月，总部由我替他管理，一定没问题。怎么回事？运营部的人呢？怎么就只有你呢？运营部的人都被顾星瑶带出去了。顾星瑶？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他是谁？顾星瑶是运营部空降的运营总监。运营总监？我之前不是向老爷子推荐你当运营总监吗？怎么又突然出现个顾星瑶？对呀，刚好周少不认识顾星瑶，我报仇的机会来了。周少，顾星瑶原本只是分公司一个普通的空姐，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直接被破格提拔成为了运营总监。怎么可能？公司从来没有发布这么离谱的任命。一个空姐，她懂运营吗？谁安排的？听说是董事长亲笔签名，
让陈秘书去送的任命聘书。我不信，我爸他是老糊涂了，怎么可能会发布这么离谱的任命？陈秘书人呢？我要找他当面对质。陈秘书最近刚好出国考察了，联系不上。怎么这么巧？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顾星阳买通了陈秘书，才忽悠我爸签的字儿。周少果然聪明，一定是这样。哼，反正董事长人在调养，无法对证，还不是任我随便说。好你个顾星阳，靠不正当手段升职也罢了，还公然带着总公司的人一起旷工，总部的风气真是被你带坏了。没错，顾星瑶这人还喜欢仗势欺人。我辛辛苦苦在总公司干了这么多年，他一来就找我茬儿。周少，正好您回来了，我正想找您申请离职呢。这怎么行？林慧，现在你可是公司运营部唯一做实事的人，你可不能走。我听说公司又最近新添了几家航线，这里面有你的功劳吧？是啊，周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做了方案，但是却被顾星瑶抢占了功劳，我真的是没法在公司待下去了。你放心，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谢谢周少。对了，周少，你打算怎么做啊？像这种鸠占鹊巢的公司住处，我必须把它清除出去。早啊，林慧。林慧今天什么情况？怎么感觉怪怪的？郑刚，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顾姐，我们受罚呢。受什么罚？是谁要罚你们？是我。你有意见吗？你是？哦，这是董事长的公子，周俊，周少爷。您就是周少啊？我听董事长提过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我爸提你的？周少，你别搭理他，他就这样，喜欢装腔作势。林慧，你说什么呢？周少，您说的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不配和您相提并论。不过，起来。不知道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让你这么罚他们。他们是我的下属，如果他们有错的话，我也有责任。你当然有责任。昨天就是你一起带头旷工的，就你这样的，也配做运营总监？旷工？周少，我想您是误会了吧？误会个屁呀！昨天我就已经来到了公司，只看到林慧一个人在工作。你们呢？我昨天和郑刚他们熬了3天3夜，才成功优化了17号航线的运营算法。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才让他们回去休息的。看来林慧说的没错，你果然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周少，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一个小地方来的空姐，有什么能力参与航线算法的优化？你觉得本少像个什么？周少，顾姐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公司最近在开辟第5条航线，都是靠着顾姐方案才拿下的。对了，自从顾姐来了总部，公司本季度的业绩环比增长了10个点。没错，顾姐的实力从来不容任何人质疑的。闭嘴！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竟然敢这样跟周少说话！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有顾新阳这样的运营总监，底下的人一点规矩都没有。我看你们都是被这个女人收买，竟然敢一起联合冲撞人上。顾新阳，我现在就以代理董事的名义宣布，你被解雇了。周少，对不起，刚才是我们说错话了。你惩罚我们可以，但您千万别惩罚顾姐啊！是啊，我愿意在这罚站一整天。周少，总部不能没有顾总监啊！你们说什么？周少，
不是我舍不得运营总监这个位置，只是这个关键时刻，我是不可能离开的。什么关键时刻？我看你啊，就是舍不得运营总监这个职务，想要继续留在公司里食味素餐吧。周少，4天之后就是黄金航线的洽谈会，我们这个团队为之准备了半个多月。董事长说了，这条航线对我们公司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要拿下。你少闹把了样！林慧，黄金航线这是个什么项目？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周少，黄金航线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莱恩公司合作的一条国际航线，专门服务于高端国际客户，所以业内称之为黄金航线。听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确实很重要。那在这个项目里，顾星瑶重要吗？当然不关键，它不过就是起到了一个瞎指挥的作用。那些数据分析的工作一直都是我在做。那我就放心了。顾星瑶，现在我正式宣布，你可以收拾收拾东西，滚蛋了。周少，这个项目不能没有顾姐啊，洽谈会会出问题的。你在诅咒公司吗？周少，郑组长说的是真的，这个项目可以没有任何人，但是唯独不能没有顾总监啊。没错，顾总监是董事长特聘的特别人才啊！你们少在这夸大其词，还什么特聘人才？他呸！我发这个时间不应该再调养啊！现在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糟了，我不会要露馅了吧？喂，爸，有什么事吗？阿军啊，你回国了吗？我回来了，现在就在公司呢。那就好，正好呀，我要给你交代一下黄金航线的事情。你知道黄金航线吗？爸，我已经知道了。黄金航线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如果拿下它，后续我们进入欧洲市场就会容易很多。4天后的洽谈会，莱恩公司的金先生会亲自过来，到时候你一定要说服他和我们签约。放心吧，爸，有我在公司，这件事儿一定不会被搞砸的。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如果真的靠你，那这事情绝对搞砸。幸亏啊，我请了一尊大神，有他出马，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爸，您请的这个大神是谁啊？哈哈，他就是。好啊你，又在偷偷打电话。小姑娘，我正在跟我儿子说重要的事情，能不能把手机先还给我呀？不行，依你的身体情况，医生已经说了，不能再使用任何电子产品。这个手机我就没收了。好吧。来。算了，反正总部有顾平遥坐镇，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奇怪，老爷子电话怎么打不通了？他刚才在电话里说了一半，也不知道说什么。周少，董事长在电话里都说些什么呀？没什么，算了，反正有本少亲自坐镇总部，区一个洽谈会，还不是轻松拿下。周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解雇顾姐啊！这顾星瑶怎么说也是老爷子亲笔签字调来总部，我要是真把他开除了，那老爷子会不开心。他身体又不好，别被气出个好歹来。行了，我决定免去顾星瑶运营总监的职务，以后运营部的材料就由你来整理。什么？周少，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开除顾星瑶吗？为什么现在又让他留下？我怎么做还需要你来签？不敢。是我多嘴了。我告诉你，林慧，4天之后的黄金航线洽谈会由你来负责。如果谈成了，我保你做新的运营总监；但如果你搞砸，那你就死。周少，您放心，肯定没问题的。就顾星瑶那点东西，我早就看会了。黄金航线我势在必得。
太气人了！顾总监为公司做了这么多，竟然被这样对待，都怪林慧在周少面前颠倒黑白，陷害顾总监。没错，他真的是个东西。你们说什么呢？是不是工作都不饱和呀？还在这里聊天儿？关你什么事儿？还真把自己当成新的运营总监了。哼，等4天后我拿下洽谈会，周少就会保我做运营总监。到时候啊，我先开除你。随便，要是真是你这种人上位，我们哥几个还不干了呢。切！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们公司所有航线最近10年的气象数据资料，明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全部整理完。林慧，你少在这儿狐假虎威，你凭什么指使我？周少说了，让你负责档案整理，我只是在传达周少的命令。如果连这么简单的资料整理你都做不好，那周少啊肯定会开除你的。这么多资料，我2天之内怎么可能整理得完？那我可不管。顾新瑶，你不是嫌我做的资料分析有问题吗？那我倒要看看你做的有多好。要是让我发现有1处数据错误，我就上报周少处分你。林慧，你果然是在蓄意报复。我就是蓄意报复你。那你告诉你顾新瑶，以后总部有我，没你。顾新瑶，周少口渴了，快去倒杯水。林慧，你有病吧？你这个时间已经倒好水送过去了。什么意思呀？我让你给周少倒水，那是给你表现的机会，怎么还推三阻四？我工作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不像某些人在领导面前故意讨好，骗人骗己。哼，随便你说什么，反正你现在啊是自身难保了。我还有一堆资料要做，你不是让我2天之内整理完吗？那是你的事情啊，反正周少还在等着你倒水呢，你自己看着办。顾新瑶，快把周少办公室的地面扫一下。顾新瑶，周少让你去浇一下花儿。周少办公室的窗户脏了，快去擦擦。顾新瑶，顾新瑶，顾新瑶，顾新瑶。顾姐，你怎么还在加班啊？是资料还没整理完吗？资料早就整理完了。太厉害了，不愧是顾姐。那你现在在干嘛呢？这2天啊，我在整理这几年的气象资料时，对黄金航线的紧急预案系统有了一套新的想法，你看一下。哇，天哪，这也太全面了吧！这套紧急预案系统简直是滴水不漏啊！据我所知，莱恩公司最看重的就是航线安全，只要我们能够采用这套系统，这次洽谈会我们一定可以拿下。他们在这干什么？有了这套紧急预案系统，莱恩公司的金先生一定会被你征服。到时候周少肯定会请你回来继续担任总监。总监不总监的我不在乎，只是这次黄金航线对董事长特别重要，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顾姐，我开车了，正好送你回去。好。好你个顾星瑶，到现在还在妄想跟我争总监的位置。明天我就让所有人都看一下，我才是总部最适合做运营总监的人。大家都把手里的活放一放，听我说，莱恩公司的金先生马上就到，今天这个洽谈会必须搞好，拿下这条黄金航线。你们一会儿都给我放机灵点，谁要是坏事儿，别怪我不客气。不行，不能让顾星瑶留下来，万一他抢了我风头怎么办？
周少，我听说金先生特别喜欢喝咖啡，白云路有一家手磨咖啡店，口碑特别好，我建议去买一杯回来，金先生肯定会开心。这个想法很好，那派谁去呢？就让顾星瑶去啊，反正他留下也没有什么用。你说的有道理，那顾星瑶你就去一趟。林慧，你故意的吧？白云路离公司有1000多公里，我跑一趟回来，洽谈会都结束了。那你速度快一点不就好了吗？我看你就是不愿意去，故意在这找借口。你胡说！要不我去吧。你闭嘴，郑高，是有你什么事儿？等会儿开洽谈会还需要你运行系统呢。好了，顾星瑶，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自私。你知不知道金先生对公司有多么的重要？我只是让你去买一杯咖啡，没想到你竟然……好，我去。顾姐。回去快回哦。先生您好，我是海城航空代理董事周俊，十分感激您可以参加这次洽谈会。金先生，我是运营部负责人林慧。顾女士怎么没在？顾女士？对啊，就是你们公司运营总监顾星瑶，是她一直跟我们蓝燕集团对接的。这个嘛，顾星瑶她……哦，金先生，您跟我对接是一样的。不，在以往的交流中，我是被顾星瑶的专业能力打动，所以才答应参加你们公司的洽谈会。李慧，这是怎么回事？啊，金先生，之前顾星瑶提供给您的方案都是由我来完成的，只不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霸占了功劳而已。不对，之前那些方案都是顾总监自己做的。你闭嘴！你一个小小的技术员，你知道什么呀你？我也觉得顾女士不是这样的人。金先生，顾星瑶有点自己的私事儿，可能会晚一点到场。这样，要不我们先开始洽谈会？怎么会这样？这也太过分了吧！我推掉了那么多安排，特意到你们公司来参加洽谈会。他顾星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竟然迟到，这是对我，也是对蓝燕集团最大的不尊重。实在不好意思，金先生，是我管理不善。算了，既然他这么没有时间观念，我们也没必要等他了。周少，咱们先开始会。好的，金先生，这边请。那么您看到的这2条航线啊，那么这个板块区域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好，我的讲解到此结束。金先生，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为黄金航线做的一个完整的运营方案。不错，海星航空不愧是国内老牌的航空公司，这个方案很新颖，看出来做这方案的人也是很有想法的。太好了，我就知道，只要拿到顾星瑶的方案，有没有他在根本就不重要。金先生，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好。等一下，金先生，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蓝燕公司最注重的就是航空运营安全性，我更想看一下你们针对黄金航线的紧急预案系统。好，林慧，您向金先生展示一下。好的，没问题。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啊？周少，我们的电脑里呢预设了一些紧急情况的情景模拟，只要把你们的紧急预案系统放在上面运行，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糟了，怎么还有这一出？不会出问题吧？这套安全评估非常严苛，目前跟我们合作的伙伴最高分也只有7。80分。80分呀！
真是不可思议。周少，看来选择跟你们合作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啊！那是当然，我们合作一定会很愉快。这怎么回事？为啥？这分数怎么开始减了？安全分数10分，安全等级2级，这是我见过评估最低的分数。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周少，你们就拿这样的检疫预案系统来运营黄金航线吗？看来我们的合作是不可能了。废话，都怪你看不好小子。为什么？难道终究我还是比不过顾星瑶吗？对了，说起顾星瑶，顾星瑶，你还真是够勤奋的呀，竟然自己做出了一套紧急预案系统。不过可惜呀，明天是我的主场，你做再多也是白费功夫。等一下，结果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金先生，刚才是我一不小心拿错了，刚才那个是顾星瑶做的紧急预案系统，我做的系统是这个。好，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还是不能让我满意，那么蓝焰公司以后的项目都不会跟你们合作。林慧，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周少，你放心，刚才我是不小心拿错了顾星瑶的 U 盘，所以才出错了。我100分，怎么回事？我们的评估系统非常严苛，100分只是理想中的满分，从来没想过会达到100分啊！林慧，真有你的，刚才吓死我了。周少，不好意思啊。没想到顾星瑶这个系统这么厉害，真是可恶。他凭什么各方面都能压我一头？不过没关系，现在所有的荣誉都是我的了。金先生，那咱们的合作没问题，我来签字。周少，咱们公司的专业能力真是让我震撼啊！我决定以后蓝鹰所有的海外航线都与咱们海城航空合作。那真是太好了，感谢金先生。周少，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金先生，我送您回去。好的，请。顾星瑶，你还知道来啊？金先生，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就不劳烦你了，多亏了林慧，我们已经和金先生达成了合作。就靠林慧？这怎么可能？好啊，顾星瑶，你放了金先生的鸽子，竟然就是为了去买咖啡。林慧，明明是你说金先生喜欢喝咖啡，非逼我去1000多公里的地方买咖啡的。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喝咖啡，只喜欢喝茶。什么？林慧，你故意算计我？顾女士，之前我很尊重你，但是拿谎言掩盖错误，这种人不配做我朋友。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被林慧陷害的。顾女士，系统做的让人失望，这是能力问题，但是欺骗、隐瞒这是态度问题。顾女士，我对你很失望。金先生，金先生，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朱部长，刚才好了，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林慧就是你们新一任的运营总监，你们好好听她安排吧。我去送送金先生。
林慧，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我是凭借我的能力征服了金先生和莱恩集团。怎么，你不甘心吗？我当然不甘心。我再清楚不过你的能力，你不可能做出评估100分的紧急医院系统，你一定是耍了什么手段。就算你不甘心，也只能给我憋着。现在我才是运营总监，你必须听我的调配。你放心，以前你是怎么针对我的，我会1000倍、100倍的讨回。你，刚才林慧插上他的 U 盘的时候，只有10%，不知怎么回事，他插第2个 U 盘就变100%了。你是说林慧用了我的紧急预案系统，安全评估只得了10分，用他的却得了100分？我也纳闷，他的能力我们大家都清楚，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儿？奇怪，我电脑上的文件位置怎么变了？难道是林慧？林慧，你是不是动我电脑？你怎么说话呢？我现在可是林总监，对我放尊重一点。再说了，谁动你电脑了？别随便冤枉人。你别装了，林慧，我知道你在洽谈会上最后使用的那个紧急预案系统是偷偷拷贝我。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再说了，谁有证据证明我用的是你的系统？我懒得跟你废话，我只想告诉你，那个系统有问题。你说什么？我说了，那个系统我还没有完善，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怎么可能啊？那个系统的安全评估可是满分，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我看一定是顾星瑶故意炸我，想要让我承认那个系统是他的。顾星瑶，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那个系统就是我林慧做的，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你吵什么？我刚送完金先生回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吵吵闹闹的。周少，林慧刚刚在洽谈会上使用的紧急预案系统是我的，那个系统我还没有完善，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顾星瑶，你发什么疯？我当然知道你的系统有很多问题，刚才的安全评估只有10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公司差点丢失这个黄金航线的项目，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说的是林慧最后使用的那个系统，她是偷偷拷贝我的。闭嘴！顾星瑶，你还有没有点羞耻心？人家林慧熬了几个通宵，带着团队签了这个项目，你倒好，看人家做出了点成绩，就跑过来摘桃子，这么下贱的手段，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周少，你听我说，那个系统的底层架构根本就没完成，应急模块也只搭配了基础框架。它之所以能够满分的通过测试，是因为它的触发机制只能运行一次，一旦出现连续性的故障，这个系统就会失控，然后彻底崩溃。够了！你以为编造出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就能搅黄这个项目？黄金航线马上就要实现，我也向莱恩集团保证了万无一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跳出来说系统有问题，谁知道你是不是嫉妒林慧立了功，故意惹是生非？但是这个隐患会要人命的。没有什么可是，我告诉你，你已经被踢出了这个项目。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公司，要么给我收拾东西滚蛋。好，该说的我都说了，到时候出现任何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金先生，恭喜恭喜！我们黄金海线这趟航班就要开始试飞了。周长客气了，这次你们海上航空功不可没呀！啊，林总监，顾姐怎么没来啊？他来干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周少不是已经都说过了吗？这个项目早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周少，顾姐之前说过，这个系统还有严重的问题。闭嘴！整个
刚，你是不是想找死？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这要让金先生听见了怎么办？周少，我相信顾姐，她不会胡说了。万一今天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要不您跟金先生说一下，今天试飞还是取消了吧？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现在外面那么多记者在等着，你让我跟金先生说取消试飞，你还想不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混了？混！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吧。虽然黄金航线的项目周少让林慧全权接管了，但是这个系统涉及飞行安全，我还是要把它完善一下。终于完成了。唉，这是什么？黄金航线运营手册。这不是今天试飞需要的吗？一旦飞行系统出现错误代码，是需要在这里面查找对应的解决方案的。不行，我得把这个手册送到指挥室去。航空908，请报告你的情况、飞行数据以及飞行情况，再给我确认一遍。一切准备就绪，3号引擎预热完成，请求起飞。注意东南方向积雨云，但暂时不会受影响。允许沿修正后17跑道起飞，保证初始爬升率不低于每分钟2800英尺。收到，修正航向217，预计7分钟后进入平流层，飞机开始滑行。雷达数据稳定，雷达信号稳定，数据流正常。不对劲，地面风速突变，23秒前塔台显示西北侧有危险期暴流特征，这样飞机起飞会有危险的。有什么危险？你们配合我，赶紧调取多普勒雷达最新700图，快！见鬼，危险，危险！我得上周升级的预测模拟显示器，这里只有5%的暗流概率。机长，报告高度层和负氧角。遭遇强下沉气流，升降度响应延迟，气压卡在15度，我们在失速的边缘。启动紧急自压程序，打开所有出兵阀门。飞机正在下坠，4800英尺，3800英尺，3000英尺，飞机还在降落。该死的地面效应！机长，释放压舱水。林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飞机不会出事吧？机长，立即执行风切片逃生程序，打开传压涡轮，听到了吗？该死的，不会这样坠机了吧？风切片逃生程序无响应，方向高失灵，客舱压力报警。如果地面无法解决，等不到坠机，客机就在空中解体了。机长，我命令你立即抛弃3号油箱，重复，抛弃3号油箱。系统崩溃了，飞机在旋转，危险，危险！我们有坠机的危险。第一次试飞就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周少，快点拿运营手册，快！对，运营手册呢？我好像忘带了。什么？怎么能忘带呢？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能忘带运营手册呢？林慧，你个废物！运营手册怎么可以忘带？金先生，您先别生气，我们是个其他办法。黄金航线是我们第一次试飞，谁都没有经验。现在雷达系统也失灵了，你认为怎么办？紧急预验系统了，怎么没有反应了？对，紧急预警，为什么这项预测就不运行了？啊？为什么？林慧，这不是你做的系统吗？快解决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警报怎么响了？顾星瑶，你怎么？这地方是你配来的吗？赶紧滚出去！我是来给你们送运营手册的，如果你们不需要的话，我就走。等等，运营手册，你快拿过来，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你守在这多管闲事，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我出事，我一定会把你拖下水的。你们在干什么？运营手册都拿到了，还不赶紧过来！金先生，运营手册在这儿。局长，请报告飞行计算的报测代码。
报告指挥室，968飞行系统报错代码为 C77。C77，快找！代码 C77 对应什么情况 ？C77，手册上没有啊！什么？怎么会没有呢？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次运营方案不是你做的吗？当然不是他做的，因为整套运营方案是我做的，而且方案只是半成品就被他偷走。怎么还有这种事情？顾新瑶，少在这里胡说！你凭什么说这系统是你做的？你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因为整套运营方案剩下的半成品在我的脑子里。金先生，现在情况危急，我请求接管指挥。顾新瑶，你疯了吧？也配接管指挥权？就是顾新瑶，捣什么乱？快让！顾女士，现在是医生生命正在遭遇危险，希望你是认真的。我保证，一定解决问题。好，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你来指挥。金先生，不可以这样，顾新瑶就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吧。来，福建968，我是顾新瑶，现在听我指挥。968收到。现在请你们调整飞行姿势，航线改为10点钟方向，然后加大飞行器的推力，尽快脱离从切片区域。你确定吗？我现在完全没有视野，只能尽力调整飞行姿态，稳住机身。一旦轻易推进，会面临很高的风险。顾新瑶，你不懂就别瞎指挥，太狗了。飞机现在所飞行的区域是一片山区，没有视野的飞行很可能会撞到山上。顾女士，你这指挥是认真的吗？请相信我，这个区域10年间的地理变化和气象资料都在我的脑子里。如果你们继续向前飞行，还会遭遇一次更强烈的风切变。你们只有向10点钟方向，才能尽快的脱离风切变区域。好的，我相信你。现在开始调整航向。成功了！飞机已经成功迫降，医疗小组已经赶过去了。多亏了顾女士，才有惊无险啊！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他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说顾女士？你作为这次项目的负责人，不仅忘记带运营手册，还对航线运营情况一无所知。这黄金航线也是第一次试飞，都没什么经验，我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么多东西嘛？那顾女士为什么对航线的地理情况以及气象变化这么熟悉呢？我再问你，紧急预案系统是你做的，为什么只响应了一次就再没响应了？对呀，李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呀！我不知道，当然不是他做的，因为黄金航线整个项目都是我的心血，整套运营方案和紧急预案系统也都是我做的，整套运营方案也都是我做的。你说我，那都是我做的。陆静阳，你说黄金航线这个项目是你的心血，你有证据吗？朱少，我能为顾姐证明，这都是顾姐自己做的。你算个什么？也配证明？谁知道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收买了？那我有资格作证吗？爸，您不是在调养吗？怎么来这儿了？这个逆子，我再不来，海城航空的声誉都要被你毁完了。爸，您这是什么意思？明明为了公司那么辛苦，你辛苦屁呀！我问你，你是不是撤了顾星瑶运营总监的位置？是我撤的，爸。他一个分公司来的空姐，还有什么资格当运营总监？爸，你干嘛又打我呀？打你都是轻的。顾星瑶是我专程特聘的稀有人才，差点就被你这个逆子开除了。什么？他是您特聘的人才？不是爸，搞不明白，他凭什么？就凭3个月前，公司6架飞机被困北极。是顾信尧做出来的救援方案，才保证所有的飞机顺利返航。什么？这个方案是他做的？还有，自从顾信尧到了总部，所有新开拓的航线全是他自己拿下的。林慧，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些航线都是你做的吗？就凭他，这个林慧虽在公司多年，
但能力不足，不求上进，我早就想把他开除掉了。是星瑶体谅他是个老员工，才让我不要开除他。什么？周董，我错了，您说的对，慈不掌兵，义不聚财。要不是因为我的善念，差一点害了自己和公司，还好今天我来碰巧送文件，要不然黄金航线第一次飞行就要发生重大事故。金总，这不是你的错，体谅员工本身就是一个管理者应该做的。可惜这个林慧是个白眼狼，以怨报德，不配留在我们海城航空。周董，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还有脸哭？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把我蒙骗在鼓里。我告诉你，你被开除了还不快滚！等一下，金先生，你帮我说说话吧。我想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光开除你太便宜你了，你要去坐牢。坐牢？没错，你弄虚作假，险些造成航空事故，已经造成犯罪，我已经报关了，你就去监狱里好好反省吧。不要啊，金先生，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周董，你们没有异议吧？金先生，我们没有异议，很抱歉今天给您带来的麻烦。正刚，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拿到执法队听候发落。是，周董。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欺负顾姐这么久，这是你罪有应得。走。爸，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都是被那个贱女人花言巧语骗了，所以我才……你还好意思说？既然能被那种人给骗，我还怎么敢把公司交给你？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去机场，继续去外国学习，什么时候叫你回来，再回来。不，爸！金先生，都是因为我们公司管理不善，才造成了今天的意外。我代表海城航空向您致歉，并愿意做出赔偿。周董，您客气了，这次意外确实让我非常生气，但是多亏了顾女士勇敢果断，力挽狂澜。金先生，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好，所以我打算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周我们再举行一次试飞仪式，在这之前，我要你们给我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和改良后的紧急预案系统。对了，这次一定要顾女士来负责。那是当然的了，而且还要请金先生作证，星瑶以后就是我的接班人了，下一任董事长就是他。多谢周董的栽培，还有金先生的信任，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好，金先生，今天的事情实在抱歉，我已经订好了酒店，不知您赏不赏脸，一起吃个便饭？好啊，周董，顾女士一起吧。周董，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去见一下我的妹妹。你妹妹？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提到过你还有个妹妹呀？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是我一直资助的一个女学生。她在海城呀开了一家咖啡店，刚好我和她没见过面，想去见一见。好，你赶紧去吧，就不要管我们这些老头子了。多谢周董，金先生失陪了，赶紧去吧。金先生，我们也走吧。好，走吧，行。应该就是这里了。我资助李萍上大学4年，还没见过她呢。她一定想不到我今天会来，刚好给她一个惊喜。这个咖啡店怎么这么小？我记得当初李萍问我要了50万，不是说全部都用在装修和门面上了？这些连30万都不到吧？干嘛呢？一线主动装修啊？想偷东西啊？这是李平招的店员吗？怎么看着像个小混混？你好，我是来买咖啡的，请问你们老板在吗？那个什么东西？什么？那是他老板夫，这不撒了跟他照着夫的姐姐？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一点素质都没有。老子就没素质，怎么了？快点滚蛋！这不稀罕做你的生意吗？你们老板知道你这样对顾客吗？把上门的顾客往外赶，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李萍作为山里的孩子，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来海城创业，不能被这种店员给坑了。不行，我得给李萍说一声。小平，你回来了。哥，这人谁呀？来干嘛的？买咖啡。买咖啡？这人有病吧？你说什么呢？你们开的咖啡店不就是卖咖啡的吗？我来买咖啡有什么问题啊？大姐，我这咖啡店这么偏能找得到，你这辈子是没喝过咖啡啊？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哎呀，行了行了，哥，给他准备咖啡。妈，想喝什么呀？你们这儿也没单子呀，我怎么知道你们有什么？这么麻烦。我们店里有2款咖啡，一款是至尊咖啡，188一杯；一款是大师咖啡，288一杯。哪个？什么？这么贵？你个小马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好咖啡才贵。也许李萍用的是顶级咖啡豆呢。哎，算了。行，给我来一杯普通的美式，不加冰。我看你是故意找茬吧？没钱喝咖啡就不要喝了。你说什么呢？我喝咖啡就喜欢喝普通的美式，不加冰，这是我的习惯。吵什么呢？哥，赶紧给他整杯咖啡，让他赶紧走。不加冰美式，50。算了，50就50吧，反正以后也不会再来了。你干什么？你怎么吐地上？一会儿你给我打扫干净啊！你们这咖啡豆有问题啊！你胡说什么呢？我们用的都是上好的咖啡豆，我怕你是没喝过好咖啡吧？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浪费我的咖啡豆。算了算了，反正也没什么心情喝了。小平，咱们还是把这咖啡店关了吧。我实在不想再伺候这群乡巴佬了。哎呀，不行，万一那个冤大头找过来了怎么办？而且我还是说要开咖啡店，他才给我拿了50万，而且你那20万的赌债不就用这笔钱还的吗？50万？他真的是李萍？说的也对，小平，最近我的手气挺好的，要不你再找那个冤大头，再要点钱，我保证，我这次一定能够连本带利的赢回来。没想到我资助李萍这么多年，在他嘴里，我不过是个冤大头。哎呀，不行，我最近找他要钱，他都啰里吧嗦的说了一大堆，不就是有点臭钱吗？拽什么拽？我一直以来把李萍视作我弟弟亲妹妹，千叮咛万嘱咐，只是希望她能比我少走一些弯路。只可惜真心错付了。哎呀，我的好妹妹，你就再辛苦一次，我保证，等我挣了钱，你就不用再求他了。那好吧，那我试一下。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参加会议的。我还以为他就是那个冤大头。看那个穷酸样，怎么可能是资助你的人？好险，差点就被他们发现了。顾姐姐，感谢你赞助我的创意基金，我的咖啡店目前经营得非常好，但是我的那些设备太老旧了，最近我看中了一些新设备，姐姐，你能不能再赞助我30万？你放心，等我挣了钱，我一定会还你。虽然每次给李萍转账，我都没想过让她还，但
但是每次他都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咖啡店挣钱了就会还我。可是就他们这样经营，咖啡店怎么能挣到钱？他只不过是把我当做无情的提款机而已。小平，我最近工作不太顺利，手头也有点紧张。你咖啡上账面上还有钱吗？可以让姐姐周转一下吗？等姐姐有钱了，一定还。哥，你敢相信吗？他居然找我要钱！不是，这真是倒反天罡啊！他怎么好意思张口的？还真不要脸！我一直以为人之间的善意是相互的，是应该去传递的，没想到在里面我就活该是个单方面被抽血的工具人。哥，那我该怎么回答？管他干嘛？不要搭理他，小心被他讹上。行，我哪有钱啊？你没钱不会自己去想办法吗？啥？终于不跟那个老女人演戏了，累死！但是他不给我们钱，我们怎么活呀？哎，放心吧，哥，我刚刚找到了一个好路子，保证我们下半辈子吃喝不愁。我突然有个主意。对了，小平，下个月我就会有100万的奖金，到时候可以给你转钱买设备。哎呀，哥，都怪你，我差点把人给得罪了。小平，你干嘛呀？你打疼我了你！让你叫我下回复。他刚才给我发消息说他下个月有一个100万的奖金，到时候给我转钱。这个贱人是不是玩我们？刚才说没钱，现在又说有钱。哎，你别吵。顾姐姐，不好意思啊，刚才店里太忙了，我没能好好回复你。你现在还需要周转吗？我这里还有3万。哥，这怎么回事？他平常消息都是秒回的，他怎么不回我了呀？是不是生气了？这不应该呀！以前看他挺傻的，你之前不是随便哄哄他就哄好了吗？算了，是我自己看走了眼，识人不明。我也不想跟李平他们多说了，以后还是一别两宽吧。哎，等一下。怎么回事？难道他认出我来？这个是你的吧？啊，是我的，谢谢。你也是海城航空的啊？真巧，我今天刚过了海城航空的面试，以后我们就算是同事了。你去考了海城航空？你不是要开咖啡店吗？这咖啡店才赚几个钱啊！我今天面试的是空姐，等我当上了空姐，认识了有钱的富二代。以后啊，我的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没错，凭我妹妹这姿色，钓个金龟婿那不成问题啊。你可能对空姐这个职业有什么误解？空姐也是正常职业，她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服务来挣钱。无论乘客有多有钱，也跟你没关系。更何况，有钱人只是有钱，他们又不是傻子。他们也是有审美的。你的意思，我妹妹不符合那些有钱人的审美？哥，你跟她说什么呀？她呀，不就是个运营部的小员工，同样都是打工人，在这装什么二五八的？小员工？之前因为林慧的关系，我被周少降为了普通员工，这工牌还没换回来。怎么，你不是小员工，难不成还是什么主管啊？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但是我想告诉你，要尊重空姐这个职业。行了，你少在这教育我。等我嫁入豪门，成为阔太太，像你这种人，我都不稀得放在眼里。小明，别跟这穷货一般见识，他就是嫉妒你。哎，你摇头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一点一点的努力去做，才能取得一番成就。像你这样眼高手低、一心只想取得捷径的人，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的。你闭嘴！我看你是找死！
你又不了解我，凭什么这么说我？之前确实是我不够了解丽萍，才把一片真心错付，直到现在，我才算彻彻底底的了解她。你既然要开咖啡店，为什么把位置选到这么偏的地方？好不容易来我一个客人，你们态度如此着急的想把我赶走，像你们这样做事，怎么能做成事？你懂什么呀？这间咖啡店啊，只不过是我为了方便找一个冤大头要钱。我真正的事业呢，是成为空姐，然后嫁给一个有钱的富二代。放着正经的事业不做，却在这儿异想天开，你对得起资助你上学、资助你开店的人吗？关你什么事儿？哎，不对，你怎么知道有人资助我上大学？糟了，不小心说漏嘴了。不对，我记得你没上过大学呀，你高考考得不好，没有大学要你。这什么情况？李萍不是跟我说她高考考得很好吗？还让我看了成绩单和大学录取通知书。哎呀，我当时说我高考考得好，那个冤大头才资助我上学，而且啊，我还找人批了一张假的通知书和成绩单，那个冤大头就乖乖的把钱给我转过来了。不愧是我妹妹，就是聪明。我说你那时候怎么天天出去旅游呢？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在坐在游艇上晒太阳，那个冤大头还告诉我他在加班呢。真无耻！那时候我还是普通工程，因为把她当做亲妹妹，我节衣缩食的去资助她，她却心安理得的在享乐。李萍告诉我，她考上了师范大学，等毕业了，她就回家乡教书，回馈家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哎，我问你呢，你怎么会知道有人资助我上大学？我猜的。你刚不是说你考过海城航空吗？一般空姐都需要大学学历吧？哼，亏你还是海城员工呢，对招聘也是一知半解，没有大学学历也能破格录取。破格录取应该是针对那些有特殊能力或者重大贡献的人，怎么看也跟你没关系吧？真是乡巴佬没见识，这种规矩啊，就是给你们下等人制定的。我就给那个面试官塞了20万，就轻松的通过面试了。既然还有这种事儿，你们这不属于作弊吗？一旦被公司知道，你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少吓唬我！这个世道啊，有钱才是王道，而且我又不缺钱，况且还有一个有钱的提款机。你这样不思进取，还弄虚作假，你对得起投资你的人吗？我对不对得起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这么企图干？反正那个老女人有钱，我花点怎么了？像你这种品德败坏，对帮助自己的人毫无感情，真是让人恶心的白眼狼！你说谁呢？你既然泼我，你太过分了！我忍你很久，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下次可就不是泼咖啡那么简单。泼你就泼你，还需要挑日子吗？你这身衣服多少钱？我赔给你。而且啊，我马上就要入职海城航空了，根本也不缺钱。放心，像你这种海城航空是不缺。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会录取我？这件事情你能做主？不好意思，还真不巧，我还真能做主。顾总监，最新一批空乘录取名单出来了，我已经发送你的邮箱，请您公布一下。好，我会看的。你不就是一个小职员吗？他怎么叫你顾总监？而且刚刚还有什么空乘录取名单，不会就是我的那个名单吧？你猜的没错，就是你的录取结果。不过很可惜，我会把你的名字给划掉。姐姐，我错了，求求你不要划掉我的名字。我保证，我把你衣服洗干净。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妹妹进入海城航空公司吧。你知道错了，那你错哪了？说一下。我知道，我刚刚不应该把咖啡泼你身上，还有我不应该对你出言不逊。还有呢？
我面试的时候不该买通面试官，这是作弊，弄虚作假，我们真知道错了。面试作弊当然是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对资助你的人毫无感激，拿着钱任意挥霍，根本就没有把钱用到正途上，而且你们还背后说她是老女人和冤大头，你们这么做对得起她吗？真是让人恶心的白眼狼！这人有病吧？我妈资助我的那个冤大头关他什么事儿？他到底是不是海城航空的管理层啊？等一下哥，我们不会给他骗了？什么意思？他总不能打个电话我们就相信他是什么总监吧？这也太好骗了。你倒是提醒我，如果他真是海城航空的总监，那他怎么来我们这种骗子地方来喝咖啡？好啊你，穿的人模狗样，没想到居然是个骗子。你说谁是骗子？当然是说你了。你不会以为你就打几个电话就想让我们相信你？就是，你敢现在证明自己吗？好，我就证明给你。哼。喂，查一下今天负责新一批乘务员面试的面试官是谁？王主管是吧？去通知一下行政部，查一下王主管收受贿赂的事情。完了哥，我行贿的那个就是王主管，他怎么会知道？难不成他真是什么高管？另外，名单上有一个叫李皮的，取消他的录用资格，拉入黑名单，以后公司永不录取。李平，你这个混蛋，到底招了什么大人物啊？现在老子工作没了，我是不会放过你了。不会吧？妈，我完了！刚刚那个人事打电话通知我说取消我的录取资格，并且永不录用。你这个贱人，你玩真的你？不是你们让我证明。你别得意太早了。就算我们也入不了航空公司，那我们一样有钱花。没错，我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刚刚我的顾姐姐给我发消息说她有100万的奖金，这些马上都是我的。我的好妹妹，天该亮了，醒醒！我的好妹妹，天该亮了，醒醒吧！怎么可能？你真的是顾姐姐？顾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前怪我认错了人，以后我们一别两宽。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再也不敢了。太晚了，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还有，我会让我的律师找你讨回你借我的钱，做好准备。